大家好，今天的话正是我们开始教程的第一课。今天我们要讲一下 Arduino 的开发环境，还有 ESP32的这个编译器和存储的一个状况。首先说明一点，这程的话可能是需要 C 和 C++ 的一个编程基础。如果是完全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大家可以跳过这一节课程，对后面我们实际这个操练是没有任何影响。另外的，对于有基础的人来说，这个课程的内容可能有一些单调、枯燥，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听完，不到10分钟就可以听完。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开发会有一个对底层的认识，和少踩一些坑。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首先，我们快速看一下 Arduino 的开发框架。当我们新建一个项目时，会看到2个核心函数 setup 和 loop。简单来说， setup 函数只在开机时执行一次，我们在这里完成硬件的初始化配置，比如设置引脚模式、启动串口等等。loop 函数在 setup 执行完毕后，会不断的被循环调用。我们项目的主要业务逻辑就写在这里。这个模型非常简洁，让上手变得很容易。接下来，我们聊聊 ESP32 的编译器。ESP32 的开发工具链实际上是基于一套大家很熟悉的工具 GCC。乐星官方对它进行了适配和修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目前主流的 ESP32 Arduino 开发环境，其内置的 GCC 编译器已经支持到了 C++20 标准，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版本。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演示程序，上面部分会打印出编译器和 C++ 版本信息，下面则会运行一些 C++20 的新特性代码。我们来实际在 S3 开发板上运行一下看看。可以看到 GCC 版本是 14.2.0， C++ 的值是202002，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 C++20 标准。下面这些 C++20 的新特性也都在这块 S3 开发板上顺利运行了。这意味着，当你想移植一些使用现代 C++ 特性的库时，会变得非常方便。但是这里要特别强调2点。第一，虽然标准是 C++20，但出于嵌入式环境的考虑， ESP32 的库并未完全支持所有特性，比如线程处理和异常处理默认是不支持的，大家在实际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第二， ESP32 的开发库在不断迭代，未来编译器版本可能会更高。我今天的演示代码仅供参考，大家要以自己当前环境的实际情况为准。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存储空间。请大家先牢记一个核心观念，单片机的资源，尤其是内存，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我们来看这张图， ESP32 主要有这几种存储空间。 RAM， 我们的 S3 模块有 384K 字节的 ROM， 但这里要强调，这块空间开发者是用不了的，它在芯片出厂时就已经固化了乐星官方的 bootloader 和一些底层库函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启动设备，并从 Flash 里把我们自己编写的程序加载起来运行。 Flash 是我们存放程序代码和数据的主要地方，它可以被分区。最常见的划分就是应用空间和数据存储空间 SRAM。 你可以把 SRAM 理解为电脑的基础内存。还记得 DOS 时代的经典名言 640K 内存足够用了吗？ SRAM 就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是最快最核心的内存，但容量有限。我们的 S3 模块有 512K 字节的 SRAM。 当 SRAM 这个基础内存不够用时，就需要扩展内存，这就是 SRAM， 它像电脑后期加装的内存条。我们这块 S316R8 模块就带了8兆的 SRAM， 但注意，像 ESP32、C3 这样的低成本型号是不支持 PSRAM 的。理论说完了，我们来看代码，实际演示一下这些存储空间都是怎么用的。我们如何把数据存到 Flash 的应用空间里呢？很简单，使用 staticconst 来定义一个常量数组，这样定义的常量数据在编译后会存放在 Flash 里，不占用宝贵的 SRAM。 我们先定义一个 10K 字节的数组，编译一下没有问题。好，现在我们来挑战一下极限。我的项目分区表中应用空间大小是 1.2 兆，如果我定义一个2兆的数组，会发生什么？大家看，编译器立刻报错了，错误信息明确告诉我们，溢出了存储空间不够。这完美的证明了这个数组确实
是存放在 Flash 的应用空间里。如果我们换一个分区表，给应用分配超过2兆的空间，再编译一次。编译通过了，所以结论是，尽量不要在程序代码中直接定义超大的常量数据。如果需要存储大量数据，应该优先考虑使用 Space 等文件系统，或者外接 SD 卡或 EMC。接下来是 SRAM， 刚才我们说它是基础内存，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就会存放在 SRAM 里。我们先定义一个 4K 字节的全局数组，编译通过没有问题。我们的 S3 有 512K 字节的 SRAM， 那如果我定义一个 600K 字节的全局数组呢？又报错了，编译器提示我们数据段超出了 SRAM 的可用大小。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不是还有8兆的 PSRAM 扩展内存吗？为什么不用呢？这里要强调一个关键点，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是在编译时确定地址的，它们必须存放在内部的 SRAM 里，无法直接定义在 PSRAM 上，占主要用来存放函数的局部变量。这里我们不深入讲解 CPU 和 C 语言的底层知识。如果我们在这个任务的函数里定义一个超过 500K 字节的局部数组，会发生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板子在不停地重启，这就是典型的战役出程序已经崩溃了。所以绝对不要在函数里定义大的局部变量数组。最后我们来讲堆。堆用于动态内存分配，也就是 malloc。堆是 SRAM 和 PSRAM 协同工作的关键。在 ESP32 中，堆内存管理器会优先使用 SRAM， 当 SRAM 不够时，会自动切换到 PSRAM 上进行分配。我们来看这个演示。首先在项目配置里，我先不启用 SRAM， 然后尝试用 malloc 分配一块 512K 字节的内存。程序显示内存分配失败，因为 SRAM 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连续空间。好，现在我们启用 PSRAM 再次编译运行。大家看，这次完美通过了，程序成功分配到了 512K 字节的内存。这块内存毫无疑问就是来自 SRAM。好了，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做个总结。常量数据编译后存放在 Flash 节省 SRAM， 全局静态变量必须存放在内部 SRAM， 大小受 SRAM 限制。函数局部变量存放在站上，大小受任务站限制，严防溢出。动态内存存放在堆上，堆是 SRAM 和 PSRAM 的结合体，是分配大块内存的正确方式。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对 ESP32 的内存管理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遇到相同的错误能够反查内存分配。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